大家好，尊敬的现场嘉宾还有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来自博泉哈希的林哲明，很高兴在这次的上海区块链开发会议上和大家进行公有区块链的舞弊范式的一个分享。我们在说公有区块链上面应用的时候，他就在讨论什么样才是一个合格的区块链应用，什么才是一个区块链应用？你用到了区块链的哪些能力和功能？你说自己是一个区块链应用，一个数据上链是不是区块链应用？它的用户和它的开发者分别是什么样一个形态？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做医疗数据上链的时候，那么患者本人他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成为这个区块链应用的用户呢？或者说，其实这部分应用的真正的用户是医院，而不是患者。在使用这样的区块链应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一定要使用区块链技术？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有非常多的应用场景，它确实可以用区块链技术来解决，但并不代表着说一定要使用区块链技术来解决问题。我们能不能不用区块链技术来解决同样的问题呢？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使用场景，说它只有使用区块链技术才能解决问题，而这些应用场景它可能就是一个伪需求，是生搬硬套为了区块链而区块链，想把区块链引入进来的伪需求。我们要使用区块链技术去做一个更好去解决用户需求的应用。你的核心，你用到这样的技术的核心是降本增效，你用到这样技术的核心是为了能够解决原先不能解决的问题，去满足用户的需求，而这些都是你去做一个更好的应用的前提，而不是去做一个区块链应用。那么这里的更好的应用，就是要让我们的账本的这个价值超过它的成本。那什么是成本？什么是账本的价值？我们在使用区块链账本的时候，我们在使用我们的区块链 BSV 区块链的基础设施的时候，我们必然要为使用这样的基础设施支付一定的使用成本。同时，因为区块链带来的数据的不可篡改性、带来的时间戳的特性等等，它为这个数据带来的价值，我们只有让我们的使用成本远低于它创造的价值，那么在这个时候使用区块链才是有利可图的，才是个可持续的事情。那么使用成本由什么构成呢？我们的使用成本的构成不仅仅是大家想的我们为了使用一条链我要付一些 gas 费用，它甚至于包括说用户如何去获取这样的 gas 的 token， 这也是很大的使用成本。用户去理解、去掌握什么才是你的这个区块链的应用场景，你的特点，他要去学习你，去了解你，他的学习成本也很高。对用户来说，他需要去找寻到自己的业务逻辑和你的区块链的关联关系，为什么你的区块链能够给他带来价值，去理解，这也是成本，有非常高的前置的这些费用。在这些里面，我们不仅仅是要强调 BSV 区块链能够提供可扩容的海量的超低成本交易处理费用，我们还应该致力于去降低各个环节的成本。所以这些环节的成本构成了我们用户的总体使用成本。我们并不能够只想着说，你创造一个交易，创造一个这个事物特别便宜，我就非常好，我就有优势。应用的价值是构建在你为用户带来的需求满足的收益和用户为此付出的成本中间的差额。你让一个成熟的企业去选择合适的区块链应用平台来开展它的企业应用，也有很强的这个适应的开发的成本。如何把区块链技术融入到它现有的 IT 系统当中？
而这些最终都会分摊到每一个用户需要承担的总成本身上。所以，我这里提出来几个不同的方法：第一，要降低所有事务的大小；第二，我们不需要用户预先去拥有 BSV 的通证；第三，由一些第三方服务商来处理这些事务和区块链记账的事情。最后，我们要隐藏各种技术细节。首先，我们讲一下降低事务大小。我们说的事务在区块链账本上面记录下来的，就是首尾相连的，经由用户通过他们的签名形成的链条。那么，如果你对事务的使用场景仅仅是要求我实现不可篡改性，为什么不可篡改？是因为事务的哈希是会随着你的事务的变化、你的篡改而发生变化，而哈希由于默克尔证明又是在区块链的区块头的链条中不可篡改的。那么，如果你仅仅是需要满足一个让我的部分数据在特定的时间不可篡改的这一个需求的话，你是否需要把所有的数据全部都推到交易事务中？这是一个问题。你能不能不用这样的方式？能不能有更低成本的方式？比如说，你只把哈希和交易事务发生关联，你之后在需要展示、需要证明你的数据的不可篡改性的时候，你仅仅需要出示你的原始数据，一样能够证明，并且这种证明是不依赖于任何可信第三方的。为什么我们要尽量降低事务的大小？因为每一笔事务在区块链的节点网络中都至少会传播一次，也就是说，在所有的节点群中传播一次的成本，一定是随着你的交易事务的大小的增长而增长的，它和你的事务的大小直接相关。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的考虑使用哈希，而不是原始数据。甚至于说，我们可以考虑使用默克尔的结构，把哈希根放在事务里。如果你的业务场景对于事务的先后顺序的要求不是那么高的话，你并不是一定要把每一个事物的顺序在区块链中以先后顺序展现出来的。也许对于比如说病人看病的这个病历的这个数据，你可能把它一整次的诊疗的记录打包，用一个哈希就可以完成对这个数据的不可篡改性的证明了。那你为什么要付更多的成本呢？多付出来的成本的好处在哪里呢？我们同时也不需要我们的用户预先去拥有 BSV 通证。大家都知道，在每一个事务当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 UTXO 的构造和传递。UTXO 是什么？可能大家有些人不太了解，就是叫未花费输出集。我们在事务中总有一个输出，有一些输入。那么你的输出如果没有在下一个事务当中被花费掉、被使用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未花费的输出。我们可以通过对所有未花费输出的追踪来完成溯源的功能，同时通过在脚本中每一个锁定脚本中的操作符来实现对我们的输出的控制验证。UTXO 的它可以从哪些地方来呢？传统的做法，大家是我们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一些 BSV 通证，与此同时，那就有承载了这些 BSV 通证数值的那些 UTXO 供用户来使用。用户通过在这 UTXO 后用他的电子签名进行签署的方式来构造新的交易。在这个环境下，我们能不能进一步降低用户的理解和使用的成本？那就是我们可以把 UTXO 的获取的这个环节转移到由应用服务商来提供，它可以借用给我们的用户。同时，这样的 UTXO 中间的价值可以是0，也就意味着说，在用户层面，甚至是应用程序层面，可以完全不用接触到 BSV 通证，同时你可以享受到全功能的 BSV 网络的服务。这样，我们可以让用户和使用普通互联网应用一样的方式来使用区块链应用。我们的用户创建了 NFT， 对吧？创建了视频，
这些创建的过程，它产生的数据，都可以使用哈希的方式和 UTXO 结构发生关联，自然的生成了我们的区块链证据，生成了事物。这样，我们可以让企业以无币区块链的使用范式来使用 BSV 的公有区块链的账本。同时，在企业使用的时候，它可以交由第三方的服务商来处理事务和记账。为什么要交给第三方服务商来做？是因为在这个全过程当中，因为没有 BSV 通证的参与，企业自己签署的交易事务是比较难在节点网络当中得到传播和认可的，因为你使用了网络资源，并没有为这个网络资源付费，所以就会有专门的第三方服务商，包括我们的博泉哈希或者其他的服务商，来协助企业去处理他们的事务。那么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几个好处：一，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 UTXO， 这些 UTXO 都是我们 BSV 区块链上交易事务的基础，是不能够有双花的。只有通过我们的应用程序，我们的用户自己管理好自己的 UTXO， 而不是依赖一些第三方服务帮你去索引、帮你去查询，然后再返回结果给你，这会增加了更大的不确定性。管理好自己的 UTXO， 就管理好了自己所拥有的数据，而你签署的事务是可以由第三方服务商通过异步的方式，以不同等级的费率来提供服务的。也许有些事务，你希望他给你提供的服务等级是1个月一次，有些事务可能是实时的，要马上出结果。那么这些都可以由第三方服务商根据你的应用场景的需求来进行处理。同时，我们也会遇到个人用户和应用开发者，在遇到把自己的交易事务广播到节点网络当中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技术问题。而这些技术问题，因为我们的节点网络是一个很小的集体，他们之间的沟通会更频繁，是被激励的。那么外围的其他人在获得节点网络之间的这个限制和通讯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滞后，导致你不能够及时的对调整做出反馈。所以你在广播自己的事务的时候，就会发生越来越多不可预知的各种情况。我们为了降低我们应用和用户的成本，是不能让用户自己去理解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用户自己去解决中间遇到的问题，是吧？所以这一切都应该交由专业的第三方服务商来进行。然后同时，你还可以借助第三方服务商来获得额外的默克尔证明等其他的数据服务，包括说你自己的原始的事物，我们讲 raw data 原始数据，都可以交由第三方服务商来帮你进行存储，为你提供读取、验证等各种各样的服务。但是很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服务它不应该把很基础的细节全部披露给我们的终端用户，披露给所有的开发者的。就好像下午我们的一强同学会给大家介绍的 Script， 对吧？我们把脚本的那些操作服务封装成一个更高级的、更容易让程序员理解的语言的方式，来极大的降低了开发的成本。我们同样也应该在开发范式当中尽可能的隐藏各种技术细节。我们应该使用更多的 SDK， 但是需要谨慎的使用接口，因为在 BSV 网络上 ，peer-to-peer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只有 peer-to-peer 的这个端到端或者是点对点的这种技术范式，它才可能去解决我们遇到的隐私保护的问题。对于普通用户来讲，他们遇到的这种哈希啊、默克数啊或者区块头等这些数据，对他们来说都是完全没有概念，他们不应该去了解的。你不应该让你的用户去接受到什么区块确认啊，或者是这个默克尔数验证啊、双花啊等等概念，这些全都应该隐藏起来。然后你的代码因为基于
基于的是这个端到端的 peer-to-peer 的方式。那么你如何获得信任呢？那就可以使用开源的方式，来让专业用户、专家可以对你的代码进行审查和审计。通过专家的加持，来让你的代码、你的库更可信。最后就是对于开发者来讲，更应该去写各种各样的处理异常的代码，和上层的服务商紧密配合，把涉及到这些技术细节的各种错误、各种可能的情况都处理好，而不应该让用户去接触到很多和区块链有关联的那些内容。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提供了这样的五 B 区块链范式，我们作为一个服务商、第三方服务商，我们提供这样的范式，但是我们又坚持一个理念是，你不需要引入对这样服务商的信任。BSV 区块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去除了对可信第三方依赖的一个系统。我们会尽力的在这个环节当中避免引入更多的对第三方的依赖。因此，我们在我们的技术解决方案中，你是不需要相信博轩哈希作为一个第三方服务商给你提供的结果是正确的，因为你自己可以独立对这个结果进行验证，你自己可以看究竟由服务这边返回来的这项结果是不是符合你的预期。第三方服务商是一个不需信任的服务，是一个可以随时被竞争所替代的服务。大家尽力的提供多样化的解耦合的服务，来为开发者提供更多的帮助。而对开发者来说，他仅仅需要向事务处理服务商付费，付人民币，开发票就完事儿了。在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普通的用户就是乘客，他们搭乘了一辆长途巴士，长途巴士这个服务运输服务是由应用服务商来提供的，应用程序来提供的。当长途巴士经过收费站的时候，你能想象司机让所有的乘客下车，挨个向收费站付费，然后再让他们上车继续开吗？我认为这个模式是很愚蠢的，非常愚蠢。你完全应该让你们的用户向应用程序为应用程序提供的优秀服务买单，为应用程序付使用费，然后由应用程序来解决中途可能遇到的各种，包括 gas 费用，包括 UTXO 费用，包括其他的解决 DAS limit 之类的各种限制所产生的成本。它不应该由用户来操心，要不然你针对的受众群体只能可能是能理解这样概念的非常小众的一批人，你无法触及到大众，你更不可能去教会所有人去理解这到底区块链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其实是要去向事务处理服务商进行付费的方式，来缴纳中途对区块链、对 BSV 区块链产生的各种成本。这里面就引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如何在此基础上保护用户的隐私。中心化系统总是比去中心化系统好。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去中心化的竞争的节点网络，是由假设20个记账员组成的一个节点网络，每个记账员拥有这个去中心化账本的全账本，它就可以独立对外提供所有的服务。那么为什么你要20个？我们的 TCP 放在央行的服务器可能只有一个主体，它不能完成功能吗？它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吗？可以，它至少比你节约了19套服务器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可以摒弃掉对隐私的要求，你觉得我所有数据都放在一起，中心化当然高效地解决了问题嘛。所以一个重要的使用场景，在我看来就是你既要保护好用户的隐私，在此前提下符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的规定，又要提供高效率的能够让大家彼此进行协同的一个网络。所以只有竞争的机制和隐私保护这两个特点，在我看来是 BSV 网络的一个最核心的要素。你抛开了竞争 OK， 那就是大家坐在一块啊，我们谈个联盟，不需要竞争，对吧？大家联合坐庄，围在一起就把这个钱挣了。如果你认为在你的应用场景里面无所谓竞争，
你不认为说竞争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不认为说通过市场的竞争能够激励起大家降低更多的成本，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的话，那你其实不需要考虑 BSV 区块链，有非常多的选择，甚至不需要区块链可能都能解决问题。你不需要隐私保护，那更是了。你的所有的数据，你放在一个实体里，有一个实体提供服务，完事儿，对吧？他掌握所有的信息就够了。而我们的无币的公有区块链依然是全功能特性的，继承了 BSV 的这个白皮书发布中的隐私保护模型，能够让用户的身份和他的授权健全的体系有一个很好的隔离，充分的发挥了端到端或者是叫点对点的特性，让利益相关方直接发生交互，直接进行事物的传递和信息的传递。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在数据传递的时候，我如果只放哈希，有没有问题？我认为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在双方交换数据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同时把原始数据加上事物的信息发给对方，你的数据一样是不可篡改的，并不是说数据只有放在事物里，在区块链上才是不可篡改的，其实并不存在在区块链上的这一个说法。在我看来，只是大家把自己的数据从区块链服务当中获得了一个可以证明的证书，来对你的数据的不可篡改性和存在性进行了证明。它是否足够了？在大多数场景下，这是足够的，但是会有一些例外。有些数据是需要去除了证明它存在、它不可篡改以外，还要证明它的公开性。在有非常多需要证明公开的场合，其实使用区块链的事物把这些数据进行公示，是一个非常棒的做法。那么这就涉及了，比如说在法律行业的这个判决文书的公开，对吧？比如说在招标行业，你有很多标书的公开，你用哈希的方式去做，不一定是最好的。因此，你付出了更多的成本，换取了什么？换取了公开性这么样一个好处。我们不能够把区块链账本的价值仅仅局限在支付和价值转移的这个领域，支付和价值转移只是其中的很重要、不可或缺，但不是全部的特点。我们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应用场景。在企业端，这是由价值驱动带来的，提升盈利水平，对吧？提升质量，在多方之间增加透明度，重新发明自己的流程，重新发明自己的产品，提升自己的效率，提升安全性。这些价值都是我们的企业用户、我们的商业它所需要的核心价值驱动。那么 BSV 区块链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能力来匹配呢？时间戳、可追溯、不可篡改、微支付、记录的分布式保存、智能合约和自动化、增强的效率和速度、增强的安全性，还包括我们数据管理、确权变现的这个能力、健全的安全性、记账的通证化、对监管友好，这些都是 BSV 区块链能够提供的各项服务。而这些服务基本全部都可以完全脱离 BSV 通证来运行的。因此，我也非常鼓励在座的各位开发者以及观看我们直播的开发者，能够多想一想，有什么样的创新的场所、创新的场合是可以用好 BSV 区块链的这些特点。然后，我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创新，也非常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和我们多讨论。我们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博轩哈希作为一个基础设施的服务商，是非常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做一个更好的、更具竞争力的产品，以区块链作为你的一个核心的价值，真正解决你的目标用户的困惑和问题，创造出更高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OK， 今天的汇报就到此为止，感谢大家的参与。